房顶上的窟窿跳下来一个人，破衣烂衫的老道一把抢过燕宝手里的馒头。乖徒弟，师傅就知道你会把这个白面馒头留给师傅的。我就该早点把馒头吃掉。乖徒弟，收拾，师傅今天送你下山呐。我可以下山了吗？乖徒弟，把师傅以前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以后咱们云台观可就指望你发扬光大了，你那几个师兄啊，指望不上啊。师傅，你都不让师兄说他们是云台观的人，他们怎么发扬光大？哎呀，还不够他们丢人的。师傅，我是小优，不是傻，不让师兄们说您是他们的师傅，还不是怕师娘们顺藤摸瓜找到你。我不说，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奶娃，什么都不知道。不对哦，那师傅怎么就让我去给云台观发扬光大？我去，难道就不怕被师娘他们逮住？咦，师傅，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放心吧，师傅，我保证被那些个师娘抓到以后，不说出你的藏身地。走啦！然后一个传送符寄出，这人就没影了。什么？师娘？这小没良心的，师傅白疼你了。走的也太快了，也不和师傅道别，也不给师傅留几张传送符。不对呀，小徒弟啥时候会画的传送符？他居然常捉！哎呦，下次见到他一定撒泼打滚，多薅几张符箓来。哎呀，怎么办呢？小徒弟刚走，我就开始想他了，可我又不能不让小徒弟走。哎呀，好伤心呐！燕宝转瞬被传送符带到了山下，城门口正围着一堆人在看一个人手里的画像。燕宝挤到了人群前面，看到画像的人怎么和我那师傅那么像？小娃娃，你认得这画像上面的人？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这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师傅的徒弟，那我小命就得不保了。我还没找着爹娘呢。于是燕宝紧紧地捂着小嘴巴，猛劲摇头，然后他赶紧挤出人群，溜之大吉。燕宝跑出去好远，才停下了小短腿。师傅，燕宝又让你躲过一些哦。刚才跑得急没留意，这下抬头，他才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我今天可还没开张呢啊！你可别指望跟我化缘。燕宝舔了舔嘴唇，把小手伸进背着的破布袋子，拿出一张黄纸符。妈，我用这个画，给我10个包子就行。去！你当我傻呀？一张破纸符就想换我10个包子？你以为你是假半仙啊？随随便便拿出一道符来，就价值黄金100两。要不还是回到城门口去找那个拿画像的人，拿师傅换几个包子。师傅这么疼爱我，应该不会生气的吧？小道友，这顿包子我请了。我又不认识你，为什么要你请吃饭？小道友，我们是同道中人，请你吃几个包子无妨。若是小道友实在是过意不去，那就把你刚才拿出来的符箓。还是看中我这符箓了，难怪在他脑门上看到了贪念。以为我小就不识数吗？本宝宝可是已经能数到10了呢。想到这里，燕宝无比天真地看着面前的老道。就几个包子吗？小道友还想吃什么？只管说。我闻着对面那里飘来的味道，香得很。那我就请小道友到醉仙居吃上一顿。那卖包子的伙计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这瘦老道是不是被施了什么魔咒啊？居然请一个不知道哪个破道观出来化缘的小道童去云台仙最好的酒楼吃饭，他疯了吧他？道长，这包子不要了。醉仙居的伙计看到这一老一小的道士，笑脸相迎。2位里面请。伙计带路，就将2人带到了位置最好的一个包间里，然后给另一个伙计耳语了几句。另一个伙计急匆匆的就往后面走去。道长，您和爱徒想吃点什么？这不是我徒弟啊，说眼拙了，看着年纪也不应该是徒弟，应该是徒孙吧？您这小徒孙长得真可爱。瘦老道摆了摆手，还没等说话呢，小燕宝抓起桌子上的筷子，随手一扔，就插在了这伙计的帽子上。我还是你祖奶奶呢。这小祖奶奶咋还急眼了呢？这时，另一个伙计带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子虚道长，我是这酒楼的掌柜的。刚才伙计不懂事，你莫跟他一般见识。这话你应该对我这位小道友说。伙计冒犯的是我这位小道友。小燕宝此时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瘦老道。莫
莫非就是那卖包子伙计说的那个一张符箓能卖100两黄金的道长？那100两黄金是多少啊？小道长，我店里的伙计无意冒犯，还请小道长大人有大量。今天的酒菜是我孝敬2位道长的。小烟宝把目光从子虚道长身上移到了陈掌柜的脸上。哇，好重的黑气，难怪对子虚道长这么殷勤，他是有事相求。陈掌柜不必客气，我请小道友吃饭，怎么能让你破费呢？那个小道友啊，吃饭就别背着了吧。小烟宝一听这话，瞬间就懂了。不就是怕我吃完饭跑路不给你符箓吗？这东西本宝宝随便一画就是一张，有的是。小烟宝并没有摘下破布袋子，只是把手伸进去掏出一张符箓，拍到了桌子上。陈掌柜，送你了，把它贴在你闺女的床头，保她今晚不会再梦魇。不可！说着，他就打算把陈掌柜手里的符纸抢过来。小烟宝却捧起了一只烧鸡，狠狠地咬了一口。香，好香啊！今晚我都有一整只鸡了，那要不要用传送符给师傅送一个鸡腿呢？但他想到师傅急急忙忙地把他赶下山，知道师傅肯定是不在道观了。师傅肯定有事瞒着我，说不定是哪一个师娘要来道观逮师傅，他才火燎屁股一样的跑了，然后又嫌我蹩脚，才打发我下山。什么找爹娘啊！哼！小烟宝把嘴里的鸡肉咽下去，这才说道：为啥不可？我这张符箓本来就是用来付饭钱的，陈掌柜说了他请客，那就给他喽。子虚道长脸蛋子上的肉抽了抽，看陈掌柜的眼神就像被抢了嘴里肉的狼。陈掌柜不由得一哆嗦，可是还是没有放下手里的符纸，然后他转身就跑，边跑边想，还是先把这符纸贴在闺女的床头上稳妥。小烟宝自顾自地吃着，他不用看都知道子虚的脸色有多难看。直到一桌子的菜被小烟宝一个人吃掉了一半，小烟宝才打了个饱嗝，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把这些东西都吃到哪儿去了？这是从出生就没吃过饭吧？他的眼睛盯着小烟宝的破布袋子，烟宝被看得有些头皮发麻。我可没抢你生意啊，那个陈掌柜还会再找你的。哼，我在乎的是这个吗？你还吃不吃？你要是不吃，我可都打包走了，浪费食物是有罪的。结果小烟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桌子上的菜都收进了那个破布袋子里。哎呀，至少2天我都不用再挨饿啦。要是师傅早点告诉我符纸就能换来吃喝，何必让我每天都饿得想吃土呢？这顿饭不是给自己添堵的吗？都怪这个陈掌柜，他若是不跳出来说他请客，我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呀。小烟宝抹了抹嘴，从凳子上爬下来，迈开小短腿就哒哒哒的往楼下走。哎，小道长，你可吃好了？陈掌柜可说了，那顿饭是请我吃的。我们掌柜的交代过了，而且啊，在悦来客栈给2位道长订了客房，让2位啊歇息上一晚再走。不必了，本道长还着急赶路呢。他不去，我去。师傅说让他在云州县待上3天，然后就会遇到来寻找他的家人。虽然师傅没有说会怎么遇到，或者来找他的家人长什么样。幸亏我聪明，师傅那些云里雾里的话我才能明白。哎，心累。看来我个子长得矮，不仅仅是因为吃不饱，还是因为动脑子太多了。哼，真以为这顿饭是那么好吃的？好吃啊，可好吃呢！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小烟宝则哒哒哒地跟着伙计去住悦来客栈，子虚道长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你不是着急赶路吗？我又不着急，饭都让你一个人吃了，店还能再让你一个人住了？子虚道长，快救命啊！小烟宝拔下头上的木簪子就朝门口扔去，木簪子不偏不倚的从门格子里穿了出去，插进了敲门人的帽子上。我这是招谁惹谁了？一天帽子被戳了2个窟窿，被鬼撵了，大半夜的叫唤啥？我们掌柜的家里出事了，您和小道长快去看看吧。请我办事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伙计赶忙拿出一张银票放在子虚道长的手里。掌柜的说了，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子虚道长看了一眼手里的银票，500两，
看来这陈掌柜家的事儿不小啊！我就跟你说了，那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那这银票更不是好拿的。子虚道长赶紧把银票塞进怀里。一会儿打不过可别哭鼻子啊！哼，你当我是你呢？我可从来不哭鼻子，倒是你们这些老头子才动不动就撒泼打滚、哭鼻子呢。伙计一看，这一老一小还在讨论这哭不哭鼻子，掌柜的家里都乱成一团了。他冲进屋来，一把抱起烟宝。两位道长快些吧，再晚掌柜的命都不保了。然后他就抱着小烟宝撒腿就跑，足足跑了有1刻钟，伙计才在一个大门前停下了脚步。这大门里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是都死了吧？小烟宝的小手往出一伸，这院门就开了。院子里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好几排人齐刷刷的跪着，眼睛发直，姿势诡异。小烟宝安抚地摸了摸伙计的头，顺便把伙计帽子上的木簪子拔了下来，就朝院子里的角落就扔了过去。啊，真难听！啊，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那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子虚道长二话不说，卷起包袱转身就跑。小烟宝往前一扑，抓住了子虚道长的后脖领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子虚道长一咬牙，把银票从怀里掏出来。你能，你去。两位道长，快救人啊！他们会把自己掐死的。就这么一个小娃娃，那女鬼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他按死。要是那张符纸不浪费，我估计能有个逃命的机会。小烟宝捡起门边的一根木棍，围着地上跪着的人画圈圈，一边画一边叨叨着：嘿咻嘿咻，画个圈圈诅咒你。然后把小手伸进如意袋，摸出一张符纸来，在空中晃了几下，一股淡蓝色的火光就包围了圈圈里的人。紧接着，圈子里的人就一个接着一个松开了掐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昏倒在了地上。红衣女鬼一看自己的控制被破了，张牙舞爪地冲着小烟宝冲过来。可是她感觉到烟宝身上强大的道气，迟疑了一下，就奔着子虚道长扑了过去。子虚道长想跑已经来不及了，被红衣女鬼一爪子就把他的前胸道袍抓烂了，血肉模糊。我就说了，打不过别哭鼻子。你们2个都到那圈圈里面去，不然这女鬼再拿你们撒气，我可不管了。伙计早都吓傻了，他看不到鬼，可是看到了子虚道长血肉模糊的前胸，腿都挪不动了。还是小烟宝扯了他一下，伙计才踉跄地摔进了圈圈里。子虚道长也哭着跑进了圈圈里。既然你来都来了，那帮我试试我新研究的这张符的威力吧。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拘鬼符，就冲着女鬼扔了出去。结果他傻眼了。何人如此放肆，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把本王拘到这里来了？阎王，救命啊！我也是被逼的，我愿意跟你回地府。阎王，这老头是阎王？拘鬼符不是把鬼困起来吗？怎么还把阎王给拘来了？你是阎王？啊，怎么是这位？莫不是地府这些事儿传到上面去了？这是到人间微服私访来了？可不至于扮作小孩子吧？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认识我。莫非……正是本王。小娃娃，可是你把本王拘来的？既然你是阎王，那鬼都是归你管吧。阎王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跪着的女鬼。那你管的鬼在人间害人，是不是就是你的错？是本王监管无力，我一会儿回去就给手下们开会，让他们整顿。我师父说过，犯错误了就得受罚，你说怎么罚你吧。娘，小道长，你说怎么罚就怎么罚，我认罚。他这么怕我吗？不应该啊，我这么可爱，再可怕应该也没有阎王可怕吧？不都说阎王叫你3更死，没人敢留你到5更吗？那他这样说为啥呀？难道是我那张符箓把阎王给唬住了？哦，那以后我可得多写几张这拘鬼符，没事就把阎王拘来，给我撑撑场子。那真是太有面儿了。怎么罚你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以后再说吧。不过你可不许赖账。随即他拍了拍自己的如意袋，阎王秒懂，从身上摸出一块黑色金纹的牌子，递给小烟宝。不赖，这个小道长拿的，以后可以随时来地府找我，没人不是没鬼敢拦着你。谁没事去你那鬼地方溜达？
不过为了防止你耍赖，我还是勉强收下吧。小道长，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带着这女鬼回去了。不行，还有事儿？我还有事儿问他。这个鬼，你说为什么要缠着陈掌柜的闺女，害他不成就要害他们一家？我冤枉啊！你还有脸喊冤？你倒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冤了？女鬼重新跪好，开始讲述她悲惨的一生。这么说，你是这陈掌柜的太奶奶，你不保护还杀他们？我保护他们？他们可曾给我烧过一炷香，祭拜过一次？他们是陈太清的后人，他就不应该有后，我要绝了他们！这地府的规矩有点不合理呀，把这么多不能轮回投胎的鬼留在人间，人间能消停才怪。阎王看着小烟宝盯着自己看，暗自腹诽：这规矩是谁定的？你心里没数吗？看我做什么？这阎王看我的眼神好像在责怪我，而且我为什么有点心虚？不对劲，不对劲。阎王，这女鬼你带回去让她投胎吧。她怨气不消是无法投胎的，而能消除她怨气的人都已经轮回转世了。你是阎王，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办法是有，就是不知道陈家的人愿不愿意。小烟宝往圈圈里看去，此时陈家昏过去的人都已经苏醒过来了，正看着他对空气说话呢。子虚道长，这小道长是不是被鬼迷了？他在跟你太奶奶说话。你是说害我们的鬼是我太奶奶？可不是，这不应该呀！逢年过节我都有去祭拜过祖宗，从没有过怠慢。祭拜错了人有个屁用啊！陈掌柜，你想不想知道你家家宅不宁的原因？我太想知道了。那我给你开阴阳眼，让你看看。但是你不要害怕啊，有我在呢。有子虚道长在，我不害怕。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摸出一张最不起眼的符纸，嘴里念念有词的贴在了陈掌柜的脑门上。陈掌柜条件反射的就往子虚道长身旁挪了挪，随即揉了揉眼睛，指着阎王和红衣女鬼问：就是他们害我陈家？休得胡说，害你的是你太奶奶，阎王爷可没害你。阎王爷，哎呀，我们陈家到底是犯了什么众怒？阎王爷都来了。阎王，你有办法让陈掌柜看到发生在安云身上的事儿吧？这夜镜能照出来每个鬼的一生。说着，阎王就把夜镜照向了安云。不过阎王为了快点回地府，只让陈掌柜看了安云被害的那一段。这都是真的？你在怀疑我阎王弄虚作假？阎王爷饶命，小人不敢呐！你说她是我太奶奶，就是我太奶奶。你太奶奶怨气不消，无法轮回转世，所以你得让她把怨气消了。那这太奶奶的气咋能消？把陈氏的尸骨挖出来，做个阳会，把我的尸骨葬进陈家的祖坟，但不和陈太清合葬，再把我的灵位摆进陈家祠堂，受子孙的祭拜和香火供奉。陈掌柜，这些你能做到吗？听到小烟宝的问话，陈掌柜的面露难色，毕竟这太奶奶是要刨祖坟的呀。我才是你真正的太奶奶，陈氏那个毒妇有什么资格受我的子孙的祭拜和香火？太奶奶，我是想按你说的办，可是乱葬岗上都是无主坟，这让我咋找啊？这还不简单？小烟宝说着，就从如意袋里掏出了一张符箓，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在空中甩了2下，那符箓就化作了一道蓝火。子虚道长，就劳烦你跑一趟了。蓝火落下的地方，就是安云尸骨埋葬的地方。子虚道长半点没有迟疑，就追着蓝火去了。小道长，我能回去了吗？阎王像是得到了特赦令，转身就要带着安云闪离。等一下，小道长还有吩咐？以后叫我烟宝就行。我们云台观的人都好说话的，记住，我是云州县云台观的烟宝，我师父是林疯子。好，我记下了。阎王再也没问这位还有没有事儿，急忙闪身跑了。这是让我以后给云台观的人行方便。看来等林疯子死的时候，得让黑白无常抬轿子去接呀。而小烟宝则笑眯眯地看着阎王消失的背影，心里洋洋得意的。师父不是让我给云台观发扬光大吗？那就先从地府开始吧。小道长，
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怎么，你还要留他们吃饭？我是说，我那太奶奶还没说是谁在背后害我陈家，我怕那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放心吧，就算是你不追究，我也不会放过这个养鬼害人的家伙的。那就好，那我就多谢小道长了。而就在阎王把安云带走的瞬间，刘百万卧房内供奉的一个瓷瓶砰的一声炸裂了。叶道长，不好了，你让我供奉的那个瓷瓶子碎了。我去看看陈家请了什么人敢和我天蝎雀作对。话音一落，叶楚人就消失在了夜色里。他赶到陈家的时候，陈家院子里已经恢复了平静。小燕宝和陈家人在堂屋里等着子虚道长回来。小燕宝由于睡得早，晚饭都没吃呢，他从如意袋里摸出一块烤乳猪来，刚咬了2口，你还敢来？说着，他手里的烤乳猪就奔着窗子飞了出去。丢出烤乳猪，小燕宝从凳子上爬下来，往门外走去。你就是控制安云的那个野坏蛋。小娃娃，你是哪个道观的？让你师傅出来！我可不是来这里哄孩子的。我乃云台观的燕宝，至于我师傅嘛，他是不会来的，有我自己就够了。你说你是哪个道观的？云台观呐，害怕了吧？我师傅可说了，我们云台观曾经可是赫赫有名的无敌道观哦。林疯子你可认识？那就是我师傅啊。我就说，敢与我们天蝎雀作对的人没几个。天蝎雀怎么这么耳熟呢？想起来了，师傅说过，下山以后如果我遇到天蝎雀的人，就往死里揍。那师傅凭什么认为我这么小就能打过天蝎雀的人呢？这个人凶巴巴的，连鬼都能驯养，不像我，弱小、可怜又无助。师傅，你的心也太狠了！明天我就去城门口找那个画像的人，让那些神娘逮住你，再好好的揍你一顿。以后你再怎么撒泼打滚，我也不会给你画符箓了。叶楚人看着小奶娃的眼珠滴溜溜的乱转，不知道在想啥，他还以为是小燕宝怕了呢。小娃娃，你们把安云弄到哪里去了？把她还给我，我还能饶你们一命。若不然，想要安云，那你去找阎王要好了，他被阎王带走了呀。什么？你这小奶娃豆丁点大，还把阎王搬出来吓唬人？你当阎王爷是你手下不成？你让他来带人，是带鬼他就来带鬼。林疯子这个缩头乌龟，也就教了你吹牛吧。听到面前这坏蛋骂师傅，小燕宝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气鼓鼓的把小手伸进如意袋里，拿出一张符纸，口中默念了2句，就将符纸对着叶楚人扔了过去。这符纸在空中化作一个大火球，直奔叶楚人而去。叶楚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一个猝不及防，眉毛和头发就都被燎着了，当即抽出身后的宝剑，几下就把火球砍碎，散落在地上。可惜我的修为不够，否则这一张火球符非把它烧成烤乳猪不可。从乱坟岗回来的子虚道长被这一幕给震惊得目瞪口呆的。小道友，我回来了，这人是谁呀？来要安云的。你们云台观这些年躲躲藏藏，我还以为这回敢下山了，是得到了什么大机缘。就这点小把戏，还想跟我们天蝎雀斗，找死！小道友是云台观的人啊？是的，是的。师傅，你徒儿我可是信守了诺言的，这现在就已经有1、2、3、4拨人知道云台观了。不对，是3拨人加1拨鬼。管他呢，反正是发扬了的。云台观，这么多年，我总算找到云台观的人了，真是心诚则灵，心诚则灵啊！难怪这小奶娃一出手就能把阎王招来。原来是云台观的，云台观果然是无敌道观。不过当初那个老道说，再遇到云台观的人就是我师傅小奶娃。师傅，小燕宝觉得这子虚道长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忍不住问：你牙疼吗？你看看你们云台观，这不是还没断奶呢，就是土都埋脖子的了，哪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人？难怪当缩头乌龟。看来师傅让我狠狠揍你们是没错的，嘴贱就别说话了。刚才那个火球就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你要是知进退，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现在嘛，不过揍人这个活还是挺累人的，还是让你自己打自己更省力。小燕宝笑眯眯的从如意袋里
拿出了一张紫色空体符。现在我修为不行，就先拿这一张紫色的凑合用吧。不过对付面前这个坏蛋应该是绰绰有余。哎呀，小道长，你还是先问问是谁请的他来害我们陈家的吧，别一会儿他把自己打死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停吧，你说是谁请你来害陈家的？是刘百万。你是说这刘百万请你来害我们陈家的？叶主任使劲的点头。好你个刘百万，生意上你争不过我，就暗地里使坏，这个仇我记下了。陈掌柜，你家里有针线吗？有。小道长的衣服破了吗？哎呀，我出银子给小道长买几套新的，不必缝了。我不缝衣服，但是你先给我拿根针线过来。陈掌柜打发丫鬟去房里取来了针线，小燕宝把针线放到了叶楚人的手里。缝完了我就放你回去。叶楚人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可是手却不听话，一只手薅着自己的头发，一只手拿着针线就将自己的嘴巴给缝了起来。多疼啊！这小师傅真狠呐。这手艺还行吧？谁让你嘴欠，谁让你养鬼害人的？你记住了，以后见到我们云台观的人都绕着走，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就这么放他走了，他再来报复怎么办呢？他不敢的，就算他敢，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不就好了？你是不怕，可是我怕呀。他已经把我当成云台观的人了，你得保护我。怎么，你还要赖上我不成？他话音刚落，紫虚道长就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不是，怎么还和尚了？你看着比我师傅年纪都大，你可别折我的手，我这才刚下山，好吃的都还没吃上2顿呢，你太过分了。小师傅，你就收下我吧。几十年前就有人告诉我，再遇到云台观的人就是我的师傅。我这些年遇到的人，只有你是云台观的。谁他妈几十年前就惦记害我？几十年前我都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就帮我把徒弟收好了，还是个哭唧唧的老头。一个哭唧唧的师傅就够让我头疼的了，再收这么个徒弟，要我命得了，要收了。小燕宝抬起小腿就要跑，紫虚道长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小燕宝的如意带。小师傅，以后你的饭钱我包了。说着，那紫虚道长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金元宝。好吧，看在这金子的份上，就让你先跟着我吧。还是金子管用。不然还是下山好，不但有好吃的，有软床睡，更有金子睡。就是这徒弟，看在他一把年纪的份上，就先哄着玩吧。紫虚道长看到小师傅把金子收下了，脸上有了笑容，只不过吧，这笑容带点肉疼的感觉。小燕宝从如意袋里掏出一个烤乳猪腿，拿去吃吧。然后自己又拿出来一个，咬了一口。都怪这野坏蛋，糟践了刚刚那个猪腿。小师傅真好，还给我猪腿吃呢。我可不要做师傅那样的抠门师傅。好香。这紫虚道长不是老糊涂了，咋还拜一个小奶娃为师傅？再说了，那一锭金子能买多少猪腿？至于那表情，哎呀，你还在这傻愣着干嘛呀？这2位道长是饿了，还不让人去准备饭菜？哎呀，2位道长忙活了半宿，饿了吧？先到屋里歇一歇，我马上吩咐人去做。小燕宝一听陈掌柜的给他们准备了饭菜，马上就把自己刚咬了一口的烤乳猪腿就放回了如意袋，然后冲着紫虚道长一伸手，拿来，留着没人请吃饭的时候再吃。有那一锭金子，还怕没饭吃？这小奶娃还挺会过日子。哎呀，这小奶娃有这么大本事，咋看着像经常挨饿似的？应该是在道观里受虐待，不给吃饱饭，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哎，这要是我们家的宝贝闺女儿啊，别说挨饿，就是少吃一口，我都觉得亏待了闺女儿。哎，我闺女儿！陈掌柜媳妇猛一拍大腿，他们一院子的人都被鬼迷了心智，唯独闺女还在自己的房里呢。想到这里，他撒腿就往闺女的闺房跑去。小师傅，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去，必须去！而这师徒2个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后边的院子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声。闺女啊，我闺女啊！
两位道长，快去看看吧，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陈掌柜不容分说，抱起小烟宝就往后院跑。我啥时候能长高呀？这动不动就被别人抱的感觉，着实不怎么样。为什么我姐身上有油烟味？还有陈掌柜身上的汗臭味。妈呀，鼻子这么灵干什么？两位道长，你们快给看看，我闺女她好像不行了。你先放我下来，我看看再说。他放下小烟宝，随即将自己的夫人扶到了一边。小烟宝这才看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15、16岁的姑娘。陈掌柜，我让你贴的符纸你贴了吗？贴了，就贴在床头这里。陈掌柜往床头上指着，可是他懵住了，这床头上却什么都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符纸是我亲手贴上去的，是谁把符纸记下去的？翠果！不用了，我的符箓是一般人接不下去的。那是我那个太奶奶干的，我不都是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了吗？为啥她还不放过我闺女呀？不是你那位太奶奶干的，她若是能进到这个屋子里来，也不会迷了你们全院子里的人。这个小姐姐的魂魄是被人给锁住了，要是在天亮之前找不回来，都是你们陈家祖上无德呀！还我闺女儿，还我闺女儿！那个，其实我一张符纸就找回来了哈，不难。哎呀，小道长，说话怎么还大喘气呢？小道长，快救救我闺女儿吧！救救我闺女儿吧！这天马上就亮了，你若是再耽搁下去，你闺女可就真的救不回来了。小烟宝把手伸进如意袋，可摸了摸，却什么也没摸出来。他才想起来，那些白解符都被师傅给哄去了。不会没符箓了吧？那这不是完犊子了吗？这样子，不仅这陈家这银子赚不到了，弄不好还得惹上官司。我这师傅拜的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呀？小师傅，是不是符箓没了？要不咱们跑吧？没出息。放心，我师傅可说了，我可是气运宝宝，凡事都能迎刃而解。他说着，就从如意袋里掏出了黄纸、毛笔、朱砂。小师傅，你还会画符箓呢？这点小事还用麻烦别人吗？那刚才用的那2张符箓也是师傅你画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紫虚道长不说话了，但是他那双眼睛冒着金光。我真是个大聪明，未卜先知啊！这师傅逮住了，绝对不能撒手。师傅，徒弟给你当主案，你画符吧。那个，要不你还是称呼我为小道友吧，我给你2张符箓行不行？师傅，是徒弟哪里做错了？你刚收下我就不要我了。师傅，徒弟知错了，这锭金子不是不想给你，是想留着给师傅买好吃的。紫虚道长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了一锭金子，捧着递给小烟宝。这个徒弟可真有钱啊！不如下次缺钱了就说不要他吧。明明师傅的眼神这么纯净，可为啥感觉师傅看着我就感觉看见了金矿啊？你以后就是我烟宝宝多头的大徒弟了，谁来也撼动不了你的位子。2位道长，金子我们陈家也有，能不能先救救小女？小烟宝一听这陈掌柜的也要给金子，立马拍了一下紫虚，趴下。紫虚道长当即卧倒，而小烟宝则拿起笔和纸，就开始在紫虚背上画符了。他的笔刚一落下，纸端就发出了光晕，不只有光晕，这黄色的光晕中隐约还带着些淡淡的蓝色。这是什么情况？以往我的灵力恢复至少要3天，可是现在……但是天马上就要亮了，他也来不及细想这个事儿，只是一边画一边感慨。师傅说的果真没错，果然是气运宝宝，这灵力啊，真就画着画着就恢复了。就这样，一张白解符很快就画好了。起来吧。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拿出一根银针，刺破陈小姐的中指，把她的血滴在了符纸上，然后口中念念有词，手中的符纸就寄了出去。符纸穿门而出，奔着西南方向飞去。小姐姐的魂魄虽然离体不朽，但是被锁魂术困住的魂魄受到的伤害太大，我已经给她喂了养魂丹，估计最晚5时也就能醒过来了。多谢小道长，多谢小道长。不用动不动就磕头哈。小烟宝拿眼睛瞟了一眼白胡子徒弟，紫虚道长
当即了然。谢我师傅，不用磕头下跪啥的，我师傅喜欢金子。头要磕，金子自然也不会少。这时有丫鬟走进来，老爷夫人，前院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两位道长，先去用饭吧。好嘞。小烟宝迈开小短腿，哒哒哒的就往前院走去。师傅，我抱着你吧。他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符箓，照着子虚身上一甩。我也没说啥呀，不让抱就不让抱吧，咋还发脾气了呢？他心里想着，嘴上却讨饶。师傅，我错了。我又不是打你，你怕啥？这是净身符。子虚道长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果然干净的一尘不染。师傅，你这是嫌弃我了？蹲下吧，我要背着，不要抱着。为啥？小烟宝扯了一下徒弟的白胡子，因为我会忍不住扯他。师傅以前抱他的时候，他就爱扯师傅的胡子。小烟宝趴在徒弟的背上，闻着和师傅身上一样的味道，他有点想师傅了。白给师傅那么多灵符了，真没良心。子虚道长把师傅放在凳子上坐好。师傅，你怎么了？小烟宝吸了一下鼻子，看到满桌子的好吃的，刚刚的忧伤立马烟消云散了。然后他抓起肉丸子就往嘴里塞，可是这一个肉丸子还没等咽下去呢，一只飞镖就从窗子外面射了进来。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吃饭了？陈掌柜也被吓到了，把飞镖从门框上取下来，发现上面还插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云州县外全清崖，不死不休天蝎雀。两位道长，这应该是给你们的。子虚道长接过陈掌柜手里的飞镖和纸条，看了一眼，就递给了师傅。你念给我听吧。子虚道长把纸条上的字念了一遍。吃饭，不吃饱饭哪有力气打架？我这师傅是天塌下来也挡不住他吃饭呢。我也吃吧，反正师傅都不怕，我担心个什么劲儿啊？等两人快要吃完了的时候，陈掌柜的媳妇端着个盘子进来了，上面还盖着一块布。他将盘子放在桌子上，却没有揭开上面的布。我吃饱了，这道菜也不知道是什么硬菜，可惜了。陈掌柜看到小烟宝吃饱了，起身走过来，把盘子上的布揭开了。两位道长，不知道这够不够今天晚上的酬劳？若是不够的话，我再想想办法。我师傅今天晚上为了摆平你们陈家的太奶奶，可是把阎王爷都请来了。你们家闺女的魂魄，若不是我师傅出手，能救得回来吗？就这点金条。子虚道长，你别生气，不是我小气，也不是我心疼，是家里的确就这么些金子了，银票倒是有，可我看小道长更喜欢金子。要不等一会儿钱庄开市，我再去兑一些金子来。看在我和你们陈家小姐姐有缘的份上，就收这些吧。然后他一股脑地把盘子里的金条倒进了如意袋。这些金子应该够修道观房顶的那个窟窿了吧？哼，师傅，我看你以后还怎么从房顶走。这师傅还是太小了点，没有江湖经验。这样有钱的商户能多榨一些是一些，毕竟碰上这样的大户可不容易啊，碰上这么厉害的鬼更不容易。阎王爷这么个好赚钱的由头，可惜了。收完这些金条，小烟宝又从如意袋里掏出了一张平安符，把这个给小姐姐带身上，这样就没有鬼敢靠近她了。哎呦，师傅，这平安符也是钱呢，咋说送人就送人了？这个师傅有点败家呀。徒弟，我来背着师傅，咱们去全清崖。二位道长，你们还真要去呀？去，为啥不去？我若是不去，他们还以为我们云清观是真的好欺负呢。可别想着赖上我师傅，若再想我师傅帮忙，费用另算。二位道长，我知道你们是有大本事的人，可是这全清崖是真的不能去啊！凡是去全清崖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二位道长真的不能去，清泉崖也就吃人崖，据说那个悬崖能吃人，转瞬间就能把人吞进石壁里，骨头渣都不剩。约你们去的人一定是没安好心。师傅，咱们要不还是别去了，天蝎雀的人是想借崖杀人呢。咋了？你怕了？我当然不怕。那就过来背我。听到小烟宝的话，子虚道长乖乖地蹲了下去，把师傅背了起来。二位道长千万小心呐！出了陈家，刚拐过一条街，
小烟宝拍了拍徒弟的肩膀：“停！怎么了，师傅？不去了？那我这就背你去客栈。以你这速度，走到全青崖都天黑了。把眼睛闭上，不让你睁开眼睛就不许睁开。”子虚道长听话的闭上眼睛，小烟宝拿出一张传送符寄出，子虚道长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不到1刻钟，传送符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光秃秃的山崖上。这是全青崖？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哪有泉的影子？光秃秃的，连根草都不带长的。来得够快的嘛，是嫌自己的肉太老，还背来一个小娃娃。这是冲我来的，我也没和天蝎缺结过什么梁子呀，更别说不死不休的死仇了。把我放下来！你是云台观的人啊？是啊，是你把我师弟伤成那个样子的。哼，我们伤的阿猫阿狗多了，你师弟是哪条狗啊？找死！那你得报出你的名字，不然一会儿我们家阎王爷不好收你。你们家阎王爷咋不说地府也是你家开的？这云台观当缩头乌龟这么多年，开始养牛了是吧？哼，我荣九司今天倒要看看阎王是收谁。说完，他就将手中的玉箫放到了嘴边，这箫声一起，小烟宝就感觉到周围的气温降了下去。师傅，你快看，这白毛老道士在叫谁师傅？还不把我背起来，快跑！啊，是，这是何苦呢？既然打不过来，逞什么能啊？现在能不能跑得掉都不知道了。你倒是让我闭眼呢，咋不让我闭眼了？子虚道长跑着跑着，就感觉后面的那张脸一直在变大。小烟宝趴在徒弟的后背上，迅速从如意袋里掏出纸笔，开始画符。灵符画完，小烟宝就对着荣九司扔了出去，然后小嘴也在不断的催促着：“快跑，快跑！”再跑快点！师傅，你当我是马呀？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已经跑到极限了。那子虚道长跑着跑着，万里晴空的天气就突然劈下一道雷来。你若是再跑慢点，就劈到你脚后跟了。吓死老鸨子了！那闷雷一下比一下劈得急。这是天雷，可我画的不就是一张普通的五雷符吗？怎么还把天雷给招来了？师傅居然能引动天雷，我的乖乖！突然，又一道天雷劈下，全青崖一分为2，被劈成了2半。这也忒吓人了！这白胡子徒弟的胆量千炼呐！把我放下来，然后你去看看那什么厮，是被劈死了还是掉下去摔死了？师傅，那天雷把山都劈开了，啥人还能活着呀？不用去看了。也是哦，那我听劝，不去看了。这吃人牙原来是天蝎缺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是为了吓唬人，还是这全青崖有什么秘密？想太多会不长个的，不讲了。不过不会藏着金子吧？师傅，我咋感觉好像这天蝎雀与咱们云台观结怨已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自信点，把好像去掉，就是有深仇大恨啊！好不容易拜个师傅，还仇家缠身，以后不会每天都被人追杀吧？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呢？后悔了？咋会呢？绝不后悔。我生是云台观的人，死是云台观的鬼。不过，师傅，要不把你的符箓给我2张？我怕我一个人落单的时候，碰到天蝎雀的人。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不过他想到自己收了徒弟的拜师礼，而他好像还没给这白胡子徒弟回礼呢，他就从如意袋里掏出一把符纸递了过去。收着吧。师傅，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回云台观吗？还回云州县里，我还要在这里待2天。真是个不省心的师傅。好在他收了我这么个靠谱的徒弟。好，那我就陪师傅在县城里玩2天。师傅，咱们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城里啊？我想看看风景。哎呀，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对啥都好奇。就在子虚道长琢磨要不要用自己怀里的这锭金子给师傅买辆马车时，前边官道上的行人炸开了，开始四处逃窜。小烟宝看不到发生了啥，而此时子虚道长已经看清了前方发生了啥事儿。子虚道长掉头就准备往回跑。别跑，把我放下来，以后都不用你背我了。师傅，我错了，以后你不发话，我绝对不跑。小烟宝却理都没理白胡子徒弟，只是笑眯眯的看着跑过来的猛虎。子虚道长一狠心，从怀里把最后一锭金子摸出来。师傅，别生气了，这个给你。收这个徒弟真是赚到了，真有钱！
我不让你背，是因为以后有他替你背我了。这可是我最后一顶金子呀，师傅，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贼了？斑斓猛虎跑到小烟宝的跟前，亲昵的用头蹭着小烟宝，还嗷呜嗷呜的吼了3声。大黄猫，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是想我了吗？师傅，这是虎，斑斓猛虎，你居然叫它大黄猫？大黄，你都知道想我了来找我，可我那哭唧唧的师傅都不知道想我的，他可真狠心。以后再也别想从我这里薅福禄了。大黄，好名字，就是听起来像狗。大黄扭头就冲着子虚道长嗷呜了一声，把子虚道长震得一哆嗦。大黄不许乱吼，他是我的大徒弟子虚，以后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大黄明明是猫，他老了眼神不好使，他会说你像狗，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小烟宝骑在大黄的背上，子虚道长跟在大黄的身边。还是骑在大黄你的背上舒服。我是被师傅嫌弃了吗？这么好的表现机会被一只虎给抢了，不服气。他在得意吗？哎，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我师傅最喜欢金子，我有，你有吗？大黄一尾巴向子虚道长抽去，小烟宝眼疾手快抓住了大黄的尾巴。哎，大黄，他老胳膊老腿的，你把他抽坏了，你还得驮着他。又被师傅嫌弃了。就这样，这一小一老一虎来到了城门口，恰好与迎面而来的一支队伍碰上了。队伍里的马看见了老虎，一下子就惊了，任凭马上的人怎么拽都拽不住，这城门口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怎么回事啊？本嬷嬷，马被老虎惊到了。老虎？这城门口怎么会有老虎呢？护卫闪身指了指城门口的位置，让他们把路让开，我们先出城，好好说，不要节外生枝。护卫答应一声，向小烟宝师徒走去。诶，你不是昨天城门口的那个小道童吗？你找到你师傅了？是你啊？那你找到画像上的人了吗？找到了。师傅被师娘逮住了。师傅，你可别怨我呀，我没说，真没说。要找的人找到了，画像上的人就不用找了。这么年纪轻轻的说话就气不够用吗？要不要我给你一颗补气丹补补？哎，不对，我跟他又不熟，下次哪还遇得上？这位道长，能不能带着你的老虎和小徒弟到城门外等一等，让我们的队伍先出城，我们有急事。能不能看清楚再说话？他是我师傅，我是他徒弟，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吗？眼睛吃屎的！而护卫懵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话。小烟宝拍了一下大黄的头，咱们先到城门外等等，让他们先出城。他们车里有小孩子，我们得尊老爱幼。大黄一甩尾巴，点头往城外走去。到底谁老谁幼？是我眼睛有问题了？其余的护卫已经把惊跑的马都找了回来，重整队伍往城外走去。马车里面的中年女人把车帘撩开一条缝隙，看了看虎背上的小道童。嬷嬷，你看什么呢？啊，没什么。直到马车队伍走出很远，小烟宝才骑着老虎再次来到城门口。师傅，这大黄猫还是别让他进城了吧。城里人多，马也多，我怕他给师傅惹麻烦。而小烟宝看着城门口，就连守城的军兵也都躲起来了。师傅，你若是把这大黄猫领进城，哪家客栈敢让咱们住啊？哪家酒楼敢让咱们进去吃饭呢？小烟宝一听没有地方吃饭，腾的一下从虎背上跳了下来。大黄，你不能跟我进城了。听到大黄委屈巴巴的声音，小烟宝又有些于心不忍了，于是哄道：你说你这么大，我也没地方能把你藏起来呀。大黄用嘴巴扯了一下如意袋，你不是嫌里面闷得慌，不愿意进去吗？大黄讨好的蹭了蹭小烟宝，小烟宝取出一张灵符贴在大黄的脑门上，大黄一下子就缩成了手掌般大小的模样。然后小烟宝就把大黄现在应该是小黄放进了如意袋。掐我，快来人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那么大一只斑斓猛虎就变成了巴掌大。师傅，我怀疑你给你自己也贴了一张符啊。徒弟，你傻站着干嘛？过来背我啊。师傅的符箓还有办不到的事儿吗？那师傅给我的那些符箓是不是也能把老虎变小啊？那下次大黄再跟我耍横，我就给他贴一张符箓，把他攥在手里当泥炮摔。大黄在那袋子里瞪着这白胡子老头，听着他的心声，心里恨的是咬牙切齿。好你个白胡子老头，居然这么坏！看我出去的时候不先摔你一顿！哎，老虎呢？哎，是啊，那老虎咋一眨眼的功夫
就不见了呀。害怕我的是你们，找我的也是你们，人类怎么这么拧巴呀？子虚道长那可是半仙啊，说不定那老虎被他收进了道袍的袖子里了。哎呦，是吗？那他那袖袍子是不是连咱这云中城都能装进去啊？哎呀，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快让我聋了吧！哼哼，传，接着传，你们传的越玄越好，那样师傅给我的符箓就能卖更多的金子。师傅最喜欢金子。大黄，我看你怎么跟我争。我背的是我师傅，我才是徒弟。我背的是我师傅，子虚道长逢人就说，而他正炫耀的起劲儿呢，从旁边跑过来一人，一头撞在自己的怀里。你眼睛长脚后跟上了，我这么一个神风俊朗的老头，你看不见？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子虚道长看着那人帽子上的2个窟窿，觉得眼熟。咋是你啊？大白天的又让鬼撵了。道长，你进城的时候可碰见了10几个骑马的人，可以辆马车出城啊？啊，我和我师傅还给他们让路了。咋的？你追他们？就凭你这2条腿，恐怕是追不上了。放我下来！他双脚一落地，就走到伙计跟前，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符箓，递了过去。别哭了，这个给你。伙计看了一眼小烟宝，哭得更凶了。这咋还越哭越厉害了？不应该呀！以往师傅要是哭，我只要拿出灵符就能哄好的呀。子虚道长则一把抢过师傅手里的符纸，这可都是钱呐，咋随便就往外给呀？以后我可得看着师傅点。师傅，你给他也不会用，浪费了，还是给我吧。你小子别哭了，还像个什么样子？你追那帮人干啥？没准儿我师傅能送你去。我就是想把这桂花糕给妹妹，答应给妹妹买的，从来没吃过。妹妹被人接走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你爹娘把你妹妹卖了。小烟宝把手伸进如意袋里摸了摸，这金子吧，他舍不得，于是他把那张500两的银票拿了出来。那这个给你，我带你去把妹妹赎回来，剩下的留着买粮食，别再卖你妹妹了。我娘没有卖妹妹，妹妹是被接回她自己的家了。小道长，你能带我去追妹妹吗？好。小烟宝指了一下旁边的巷子，咱们先去那边。他的传送符一次只能带1个人，他看了一眼徒弟，要不你先在这儿等着我们吧，我带他去。子虚道长狠狠地摇头，不行，坚决不行。谁知道这伙计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是不会让小师傅一个人去的。师傅，要不你教我符箓咋用，我自己单独一张符箓跟着你。小烟宝想了想，也可行。于是小烟宝教了徒弟一遍传送符的用法，还让徒弟先走。小烟宝让伙计背上他，然后告诉他闭上眼睛，随后祭出一张传送符。半刻钟的功夫，小烟宝就看见了前面的那帮人，但是他看不见徒弟，他以为这徒弟可能是速度太快了，赶到了那帮人的前边。结果这时他就听到后边传来一声惨叫：师傅，救命啊！小烟宝回头一看，徒弟在地上趴着呢。你跑着赶过来吧，我在前面等你。师傅，我是你亲徒弟啊，你也不来看看我这老胳膊老腿摔没摔坏？小烟宝在出城的那帮人前边收了传送符，落到了地上。队伍前面的护卫被冷不丁出现的一大一小吓了一跳。什么人敢拦截我们的队伍？这个伙计想给他的妹妹送点东西。我想让我妹妹把这包桂花糕带上，她一直想吃，可是没吃到。你妹妹？伙计指了指队伍中间的马车。你可真敢高攀，那马车里的人是兰国的公主。公主？呱呱，这小女娃跟这伙计也没有亲缘线，咋能是她妹妹呢？呱呱。呱呱，把东西拿来吧，见也见了，以后不要再说公主是你妹妹了。伙计似乎是很惧怕眼前的中年女人，把桂花糕递了过去。不属于你们的富贵，不要肖想。等子虚道长一瘸一拐跑来的时候，那帮人已经赶着马车走远了。师傅，你是不是给我的符箓是低阶的？不然你怎么不摔，我却摔下去了？不是啊，是你太重了，符箓驮不动你，你才会摔下来。师傅，回去的时候我和你一起，这伙计就让他走着回去吧。这不好吧？毕竟人是我带到这里的，要让他一个人走回去，还不得走到天黑啊？几位是要去县城吗？要不要坐马车走啊？好呀，好呀。多谢伯伯啊！是我家夫人，一见到你这般大的小孩子就心生怜爱。你家夫人心肠真好，坐到我身边来。姨姨，你真好看。
你也好看，像个小女娃。咦，我就是女娃啊！师傅不会数女娃娃的发髻，就把我当男娃娃养了。我这小师傅居然是个女娃。那你是跟师傅一起长大的？道长，你是小徒弟的父母？他是我师傅，我是他徒弟。对的，我才是师傅哟。那你说的师傅不是他？当然了，他是我的徒弟子虚，而我师傅是林芳子，就是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你爹娘呢？我不知道，我是师傅捡来的，师傅让我下山就是找爹娘的。那你可有信物找你的爹娘？我师傅说我爹娘会来云州找我。你师傅跟没跟你说过是哪年哪天捡到你的？我师傅说捡到我的那天是冬月初10，在枯杨山上的狼窝里捡的。姨姨，你怎么哭了？美妇拿出帕子试了试眼角，没有说话。姨姨的帕子很好看呢。你要是觉得好看，那就送给你吧。姨姨，我不要，我也有。说着，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掏出一方丝帕。小姑娘，能把你的帕子给我们夫人看看吗？当然可以啦。夫人，你看。烟宝。美姨姨，你怎么知道我名字？我好像没告诉过你吧？现在我烟宝的名声这么大了吗？连美姨姨都知道了呀。哦吼，师傅，我出名啦！离云台观发扬光大不远了。烟宝，姨姨能抱抱你吗？我师傅是很可爱，可也不是谁都能抱的。是我唐突了。话是这样说，可是他的眼神却始终停留在小烟宝的身上。看够了没有？我是说，那帕子看够了没有？看够了就还给我师傅。师傅，我就说我们师徒单独走，让那伙计自己走回去。你为了照顾他坐马车，这回遭人惦记了吧？我们夫人是好心，这位道长是怎么说话呢？一个小娃娃有什么值得我们夫人可惦记的？哼，你们惦记什么？你们自己知道。佩儿，不要无礼。徒弟，美姨姨就是想她的女儿了，你不要太小气了。刚进城门，子虚道长就喊车夫停车了。你们去哪儿啊？给你们送到地方吧。不用了，我们不顺路。不顺路？你坐了一路。在下车的时候，小烟宝还是从如意袋里拿出来了一个平安符。美姨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身边。美妇还想与烟宝说话，子虚道长赶紧就把师傅抱走了。徒弟，你腿不疼啊？子虚道长狠狠地点了点头，将师傅背在身上。疼也不能说疼啊，再不从马车上下来，师傅就要被人哄着认娘了。路过醉仙居时，陈掌柜就站在门口，像是等他们一样，把他们请进了包间。在路过旁边的包间时，子虚道长就随意地瞥了一眼。这咋不愿意看见谁，偏遇见谁呢？子虚道长扭头就往出走。道长，是陈某哪里做的不对了，还是哪句话惹道长不高兴了？都不是，是我师傅困了，你做几道菜送到悦来客栈吧。道长，客栈再好，总归没有家里舒服。我陈家的宅子虽不敢说大，可是几间干净舒适的客房还是有的，还是去家里住吧。那就盛情难却了。陈掌柜给小烟宝师徒安排在左侧的一处院子里，小烟宝这一觉就睡到了半夜。准确的说，他是感觉到了这房顶上有动静才醒过来的。不会是天蝎雀的人又来找事情了吧？来人呐，有刺客！小烟宝迈开小短腿就往外跑。趴在桌子上的子虚道长也被喊声惊醒了。小烟宝看到有2个黑衣人跃上房顶，正要逃走，他当即扔出一张蚕丝符。小烟宝的手腕一收，那2个黑衣人就被拽到了他面前。说，你们是不是天蝎雀派来的？他们不是天蝎雀的人。就在子虚道长一愣神的功夫，地上的2个人扭头咬住了衣领，然后就蹊跷流血，一命呜呼了。这时院子里跑出来2个慌慌张张的女人，一人身上还插着一把飞镖，真是阴魂不散。美姨姨，你们怎么也在这里？美妇看到小烟宝和子虚道长也很是震惊，刚要开口，突然他感觉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快去请郎中来。而郎中来的时候，衣服都是反着穿的，可见陈掌柜催得有多急。可是郎中一看到这美妇，就皱紧了眉头，而他把了脉，一个劲儿的摇头。这夫人的伤不重，可是这镖上有毒，这毒我解不了。你可是咱们云州县最好的郎中了，你解不了，还能有人解得了吗？有倒是有，就是也来不及了。半个时辰内不解毒，人必死无疑。我家里有匹宝马良驹，争取在半个时辰内回来。你说在哪儿吧？灵蛇谷，灵蛇谷的谷主善用奇毒，所以也能解其毒。除此之外，
恐怕无人能解此毒了。陈掌柜就像被抽走了魂魄一样，只觉得前途一片灰暗。这时，伙计凑到陈掌柜的耳边，小声低语了几句：“真的。”伙计瞥了一眼小烟宝师徒，点了点头。陈掌柜一下窜到小烟宝的跟前，屈膝就要下跪，当即被子虚道长给提溜了起来。有话说话，别整这动不动就下跪的一套。伙计说小道长有快去快回的办法，求求小道长带我去一趟吧。子虚道长啪的照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就恨自己当时干嘛嘴欠让师傅去帮伙计追马车呀。有蚊子？要不让我给美姨姨看看再说。小道长的符箓还能解毒？小烟宝摇了摇头，病急了也不能乱投医，我都不能解得毒，一个小奶娃能解毒？这陈掌柜真是急糊涂了。我还是先看看，若是我不能解，我再带你去。小烟宝当即去了里间屋，子虚道长也跟了进去，而那个郎中也出于好奇跟了进去。小烟宝让丫鬟和陈掌柜媳妇让开一些，他连什么望闻问切都没有做，就从如意袋里拿出一颗红色的药丸，塞进了美姨姨的口中。不可！完了！这种毒，除非是用到对症的解药，否则遇到任何一种药都会立刻身亡。哎呀，这也就是我没给这位夫人用任何药的原因。哼，吵什么吵？我师傅要是没有把握，他能随便给人喂药吗？我没把握呀。师傅呀，咱没把握也敢给人喂药，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夫人，你醒了。我刚刚晕倒了。是啊，夫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烟宝，多亏了你给我的平安符，不然我怕是已经没命了。我师傅可是救了你2回，要不是我师傅给你解毒，你也没命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你是不可能解了这毒的。可我师傅的本事，岂是你这种庸医能比的？徒弟，不许这么说话。本来美姨姨的毒也不是我解的。郎中赶紧抓过美妇的手腕，3根手指扣在脉上。江郎中，我表妹到底怎么样了？这位夫人体内已经没有毒了，身体除了有些忧思症，其余的都好。美姨姨的毒是药解的，不是我解的。那是不是我解不了毒？不是我医术不行，而是我没有药。然后这江郎中白了一眼子虚道长，再说我是庸医，我揍你！我只是没有解毒的药而已。男的都出去吧，我要给美姨姨换药包大伤口了。江郎中、陈掌柜都退到了外间，而子虚道长却站着没有动。你咋不出去？你不是男的？我是给师傅打下手的，我出去谁给师傅打下手？徒弟，你也出去吧，让这位姐姐给我打下手就行。小仙姑，你叫我佩儿就行，叫姐姐我可真不敢当。那好吧，佩儿姐姐，你帮我把美姨姨左边的衣袖脱下来。在佩儿的帮助下，小烟宝给美妇的伤口换了药，又包扎好。美姨姨，你哪里不舒服吗？能让姨姨抱抱烟宝吗？美姨姨是又想你的女儿了吗？可是美姨姨身上有伤，不能抱抱。姨姨不动，你抱一下姨姨就好。他伸出胳膊，轻轻地抱住了美姨姨的脖子，还安慰地拍了拍美姨姨的后背。我哄人的本事这么差了吗？为啥哄谁谁哭得更厉害呢？表妹别太伤心了，小心伤口，也让烟宝回去歇息吧。那美姨姨好好休息，明天烟宝再来看美姨姨。来到外间屋，他就看到徒弟黑着一张脸，看他出来，就过来拉住他的手往外走。小神医，请留步。你怎么还没走？是陈掌柜没给你诊金吗？不是，我是在等小神医。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病人，脉象上看不出任何毛病，可是人时而高热，时而发冷，时而疯癫，时而嗜睡。我想请小神医去帮忙看看，当然诊金是不会少的。不去，我们明天就走了。小烟宝看了一眼徒弟，明天他还要在云州城待1天呢。师傅说了3天，他就必须在这儿等3天。不知道爹娘会是什么样的人，要是娘亲跟美姨一样美就好了。可惜她和我没有亲缘线。江郎中，可是我不会医病啊。小神医既然不愿意去，那就当我冒昧了。我没有不愿意去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忽而像是想到了什么，那是不是我去了，不论医不医得好，都有诊金？有，只要小神医去了，就有诊金。师傅不会认为诊金就是金子吧？看来我得想办法赚金子了。那
那明天我跟你去，只要有金子赚，去一趟又何妨？反正又不用我自己走路。那病人不在云州，在四康县。我明天早上来接小神医。四康县那要住云州城吗？当然，离云州城有200多里地呢，差不多，得走1天呢。要是得离开云州城的话，我就不能去了。我明天不能离开云州城。刚才这老道不是还说明天走吗？这咋又不能离开云州城了？这是在变着法儿的拒绝吗？晚1天也行的。如此，看你还怎么说？好，后天我再跟你去。小烟宝一大早上就被吵醒了。我怎么就不能找小仙姑了？我不找小仙姑，还找你不成？你会医病吗？你们主仆安的什么心思？已经昭然若揭了。别以为我师傅小好骗，有我在，别想骗我师傅。你让不让开？你不让开，我养你了！丫鬟在前边跑，子虚道长在后边追。小仙姑，小仙姑，你快去看看吧，我家夫人不好了！怎么不好了？我家夫人一直很心疼，你快去给看看吧，是不是我家夫人体内的毒没有解干净呢？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好吧，夫人，小仙姑来了。烟宝，快坐到姨姨身边来。小烟宝爬到床上，坐到美姨姨身边，仔细端详着她的脸，感觉美姨姨气色蛮好的，不像是有毒残留的样子。而她还没等开口呢，脑海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嗷呜嗷呜！主人，美妇说她是你的娘亲，她太想见你了，才不得已撒谎说心疼。你能跟我在意识里沟通了？是的，主人，我是你的灵兽，你的灵力满10格，进阶了，我也跟着进阶了，能够通过意识跟你沟通了。刚才大黄说什么？美姨是我娘？美姨不是说她女儿不在身边吗？应该不是卖了。美姨看着不是穷人家的夫人，那难道是丢了？可是我要怎么告诉美姨我不是她的女儿呢？因为我和她之间没有亲缘线的。美妇看着小烟宝发呆，知道对方查不出问题。烟宝，姨姨现在心又不疼了，既然你来了，就陪姨姨一起用早饭吧。小烟宝觉得美姨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也挺可怜的，于是点了点头，答应了陪她吃饭。饭桌上，美妇还想用没受伤的右手给小烟宝喂饭，被小烟宝拒绝了。美姨，不用的，我早就会自己吃饭了。一顿饭，美妇不停地给小烟宝夹菜，小烟宝面前的碗都装不下了。原来娘亲的爱是这样的，那我还真期盼找到自己的娘亲了。虽然师父跟师兄们也都很爱我，可是多一个人爱我，那爱不就是更多了？一桌子的菜，小烟宝自己就差不多吃了一半，美妇看着心里发酸。女儿这几年一定是吃了很多苦，经常吃不饱饭，不然一个3岁半的孩子怎么会吃这么多？主人，美妇把你当做了女儿，可是她却不能认你哟，说认了你就会害死你，还会害死好多人呢。美姨的女儿是灾星吗？为啥相认就会死很多人？要不我帮帮美姨一把，我可是幸运宝宝，能给人带来好运气的。子虚道长在外间屋等得都要不耐烦了，终于等到了师傅吃完饭。师傅，你不是说今天有事儿吗？还不走？知道了，美姨姨，我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不能陪着美姨姨了。你可要好好养伤啊。小烟宝和徒弟在云州城里转悠了1天，也没碰到一个找他的人，更没遇到他要找的人。不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爹娘来找我吧？而他把我轰下山，就是为了让我收这个白胡子徒弟啊！不会是几10年前徒弟遇到的那个人就是师傅吧？这个鸡贼师傅，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吃饭吧。子虚道长背着师傅走进了一家饭馆。别抢！道长，几位？就我和我师傅2个。道长，您师傅呢？我这不是背着呢吗？这小娃娃是你师傅？当然，如假包换的师傅。那您2位里面请。伙计把子虚道长让到了最里边的一张桌子。子虚道长问师傅点什么菜。你随便点，我不挑食的。我这个师傅才不会亏待徒弟呢。吃。好感动，有师傅真好。师徒2个正吃得津津有味呢，斜对面来了桌客人，4个人，1名老者，2名精壮的男子，1个少年。伙计，快点，我们着急赶路。任中，据说参加这耀文会的人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门派，能拔得头筹的门派会一夜之间名震四海，能参赛的人都是个个有妙手回春之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公子，无论能不能寻到神药，您这片心足以天地可见了。
我不是做给谁看的，我只希望父亲能够身体康健。是，公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次一定能达成所愿的。还有这么快就能名扬天下的好事儿？那我若是在这药王会上一举夺魁，是不是就不用走遍每个地方，就能把云台观发扬光大了？可是他们又没有说这药王会是在什么地方举行，哪天举行？想到这里，小眼宝放下手里的筷子，爬下凳子，哒哒哒的来到了斜对面的桌子旁。大哥哥，你们说的药王会在哪里呀？他话音刚落，目光也落在了面前的那个少年身上。这个大哥哥和我……妹妹，你想去？小眼宝点了点头。这时，子虚道长走了过来，一把将师傅拉回来，心想：这师傅怎么这么野呀？哪儿都想去。师傅，你问我就行了，还用你跑过去问呢？你知道？可是他的目光还是忍不住瞥向了少年。药王会那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会不知道啊？3年一次，4月27在药王谷举行。那你知道药王谷在什么地方吗？师傅，不是我吹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行走江湖，兰国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二位也是要去参加药王会的？我师傅想去，我就陪他去。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搭伴一起赶路啊。不行的，我答应了江郎中跟他去看诊的，不能跟你们同路。不过我看完诊就过去，很快的。那好吧，两位怎么称呼啊？我们在药王会上找不到二位，也好打听一下。我叫燕宝，云台观的燕宝，我师傅是林疯子。如果二位想去，可要抓紧点时间了。今天已经4月22了。老者嘱咐了一句，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而小烟宝则一直盯着少年。他不是来找我的吗？怎么不过来跟我说话？直到4人离开，少年也没有找小烟宝说话。难道我看错了？天已经完全的黑了，师徒2个才回到陈家。陈掌柜媳妇就把盒子递到了小烟宝的面前。这是我表妹临走时让我交给小仙姑的。美姨走了。小烟宝打开盒子，忍不住心里感慨，美姨还真是出手大方。只见那盒子里是一盒子的金条，还有一枚簪子。表妹说了，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些身外之物聊表谢意。小烟宝这时看到这簪子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我把东西送到了，就不打扰2位道长了，早些歇息吧。明早还要去和江郎中去看诊呢。好在我给美姨用的药都是注入灵力的，她肩头上的伤应该无碍了吧。一夜好眠，江郎中早早的就来陈家接小烟宝师徒了。小烟宝还没有睡醒，就被徒弟抱着上了马车。小烟宝在马车上又足足睡了1个时辰才睡醒。都怪我贪睡，早饭都没吃，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个饭馆，如意袋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我是要被饿死了吧？师傅，饿了吧？陈掌柜的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烧鸡、烤鹅、熏肉、酱肘子、炸丸子、包子、馒头、糖蜜糕、豆糕、栗糕、枣糕、桂花糕、如意糕，还有蜜饯、果脯、木瓜汤、乌梅汤。陈掌柜的不是把整个醉仙居给搬来了？怎么拿了这么多？一个小孩子这么小，能吃多少？等江郎中看到小烟宝把他面前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吃进口中，眼睛都直了。这小奶娃一顿饭比他们一家人吃的都多，怪不得陈掌柜的带这么多吃食，原来是我草率了。小烟宝吃饱喝足，忽然想起自己昨天晚上好像是做梦了，梦到自己会诊脉，会医病了，梦里还读了一本厚厚的医书。医书？我连字都不认识，怎么会读医书呢？可能是要帮人看诊了心虚，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梦吧。小烟宝发了一会儿呆，就把昨天晚上的梦抛之脑后了。车窗外时不时有骏马驰骋，超过他们的马车。今天这官道上的车马怎么这么多，乌泱乌泱的？都是赶去参加药王大会的。江郎中也知道药王大会呀。作为一个行医之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药王大会呢？哎呀，但惭愧的是，只有收到药王谷请柬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而我是没有资格参加比赛的。我也没有请柬，那我也参加不上比赛了吗？那我还怎么让云台观一夜名扬四海？凉凉啊！可是我要去哪里弄一张请柬呢？师傅放心吧，
到时候我肯定给你弄到一张请柬。小烟宝一脸的欣慰，感觉这个白胡子徒弟是真能处。哼，我的师傅就得宠着，就是师傅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也得想办法摘下来。尽管我上不去，可是师傅没准能上去。我个高，负责摘就行。主人，你那显眼包徒弟要上天给你摘星星呢。徒弟，我不要星星，那玩意儿又不能吃。我师傅会堵我的心。哎妈呀，幸亏我没有对师傅不敬啊！以后还是别吐槽师傅败家了。不好，师傅是不是知道了我还有几百两银票没孝敬他呀？可是那是留着给师傅买好吃的用的，不然我这一把年纪怎么好意思跟师傅伸手要银子呢？那个显眼包居然还藏着几百两银票没给主人。